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一则是发生在北欧。那发生在北欧，然后我看完他这则经历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周边有没有一些人，他跟黑暗比较契合，他不喜欢白天，不喜欢晒太阳，然后想法很阴暗，然后呢又多了一些神秘的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那一个人周边却一直围绕着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些悲剧等等之类，甚至运气都很不好哦。我不知道你周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那假如你周边有这样子的人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好，那今天这一则故事跟经历其实就是在诉说类似的情形。至于它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我是这个论坛的新手，想来分享我的故事，得先提醒你，这段故事有点长，不过我觉得这样你才能真正理解，或许也能给我一些帮助吧。我是在1976年出生的，算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妈妈几年前子宫得过癌症，医生说她再也无法生小孩。但就在我出生那年，医学还没像现在那么的进步，医生们当时根本找不到胎动，最后是紧急剖腹产才把我给生了下来。结果他们都错了，我活了下来。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好像有个导引者在我身边，会跟我解释一些事情，但这个导引者却让我越来越讨厌这个世界。虽然我出生时是个基督徒，但这种信仰对我从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大概在我10岁时，我就否认了耶稣，甚至诅咒他的存在。那是因为我曾经尝试着祷告，希望摆脱那个导引者，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跟妈妈讲了这件事情，她很伤心，也告诫我不要质疑主的存在。后来的日子，我沉迷于欲望与罪恶，我在感情方面从来没遇过困难，几乎只要我多看一眼，女人就会主动走进我的生活。那种被导引者包围的感觉很强烈，我也逐渐接受了它的存在，但那并不是神。问题是，现实慢慢的介入了，我的心一直对黑暗有着矛盾的感受。从小到大，我都能感觉到某种东西在黑暗中呼唤着我，同时也让我寒毛直竖。我做过很多工作，大多是零工。有一段时间，我还当过大学设施的夜间警卫。也许因为我的感知比较敏锐，我觉得自己跟黑暗有更深的联系。这里的黑暗是指没有灯光照到的阴影与角落。之后，一些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我会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身边快速的掠过去。刚走过的区域灯自己亮了，有些明明启动了警报的地方却传出声音，但我明明是整栋建筑物里唯一的人啊！我觉得我带回了一个灵体，不是那个能看见的那种，而是能强烈感觉到的那种。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导引者应该就是从黑暗来的。那时我有女朋友，她妹妹也来我们家住过几次。虽然我没跟她说过任何事情，但她却马上感觉到屋里有另一个的存在。每当我女朋友没过夜时，我就会把卧室的门给堵住，因为我总感觉到走廊里有非常邪恶的东西潜伏着，带着恶意。可是这些防堵基本上没有用。隔天早上，我常会发现那些东西被移开了。我女朋友送了我一个鱼缸，我们养了几条鱼，
放在走廊上。结果隔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鱼竟然全部都散落在走廊上。要知道鱼缸是有盖子的，鱼不可能自己跳出来啊。后来我们搬到了一栋房子里一起住，结果我的夜惊症变得更严重了。我常常在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站在地板的中央，面对走廊，有时还会朝那边走过去。我完全没有印象这些事是自己做的，可是当我清醒时，我根本不敢靠近那个走廊。我梦里的另一个我却不是这么想的。我们后来把床的位置给对调了，这种现象才终于停止。但很快又出现另一种诡异的状况，我开始在睡梦中摸我的女朋友，常常凌晨3点醒来，发现自己正试图爬上她的身体。奇怪的是，她平常睡得很浅眠，一点声音都会醒，但在这种情况，她却完全不会动。事后她说，她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感觉像是在梦里，或是她根本无法动弹。我们吃饭时，头顶的吊灯会自己变暗，过几秒又恢复。每晚窗外都会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人想闯进来，但外面根本没有人啊。淋浴的水龙头会滴水，明明我已经关紧了。最后，这一切让我们的关系也结束了。从那之后，我变得非常害怕黑暗，总是不停回头张望。你可以说我胆小，但在真正面对黑暗中那种东西之后，我实在无法想象，如果真的让它得逞，会发生什么事。那种邪恶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是人类想象之外的。最近我又开始祷告了，虽然我不是在严格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所以祷告的方式不一定正确，但我很担心自己曾经否认基督的那些过错是否招来了这个的存在。我害怕自己无法被救赎，甚至可能会下地狱。我不是要强行把这事件往宗教方向解释，但即使在祷告中，我也感受不到任何的慰藉，只有沉默。我其实相信神，但我怀疑，光是这样吗？对我来说够吗？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明不想，却还是不断吸引这个东西。我真的很需要进化，也需要一些答案，或许你能帮我。好，介绍完这则经历后，我必须说其实还蛮精彩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对于这种鬼故事啊，或者是传说之类，其实都会有一些好兄弟的现形等等之类，甚至发生了一些很恐怖的状况。可是今天这则经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经历就是一个藏在黑暗中的邪恶？我不知道，因为说真的，会不会这个东西是跟恶魔有关，还是自己的心灵作用？但他吸引了这些东西，他没有做什么事，但却吸引了这些东西。我觉得会不会他是恶魔之子？因为我曾经有看过一部电影，好像就是说一个小孩子来了之后，他是什么6月6号6:06出生的撒旦之子。那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但他这个样子的话，说坦白，我不知道大家会建议他做些什么。有人说叫他回去去找他的神父去祷告什么之类，但我觉得假如是以东方的玄学来讲的话，他最好是去当和尚，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或许吧，谁晓得。好 OK， 那今天的恐怖怪谈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我是勾商的启明，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咿呀嚓嚓。